了一下水吧，外面水特他妈凉，他妈太热了，我操！哎，老曹，那什么东西啊？是不是车上掉下的东西？我敢保证，这里面装的绝对不是金子。喂，哦，吕飞呀，我正刮胡子呢。好歹我也是警察呀，我得注意点形象啊。你总不能让我当个老吧唧的去见我前任岳父岳母吧？是不是？啊，好，我刮胡子就去。哎，好，李队，哎，来事儿了，3号公路枪击案。啊，好，走。走。李队长，你们来的可真及时。说说吧。尸体是护路工人发现的，目前我们正在查找尸源。枪伤。这儿是弃尸现场，附近发现停车的痕迹了没有？没有。这什么呀？查找尸源，这都是去年报失踪的人员名单。小雨，你是干内勤的出身，哎，你查查这个挺合适的。哇，这么多啊！就是，汪洋大海里捞一根针没那么容易，你辛苦了啊。那凤舞，要不你跟我一块儿去吧？有案子，李队说让咱们一块儿去。案子，我去。这人叫马端，今年31岁，是本地人，身份证和钱包都在，但钱包被翻空了，身上有多处淤血，有搏斗过的痕迹。这个头部被砖头砸伤，但不致命。不致命怎么死了？你们看这儿，这儿才是致命伤，刀口很深，这说明刀很锋利，而且这淤血上面还有气泡。说明割这一刀前，死者是活着的。有可能是案犯先把他打晕了，然后再补上这致命的一刀。哎，大赵，你脖子上那刀口，闹不行是吧？能判断是什么刀吗？从刀口的闭合程度来看，体积很小，但非常锋利，一刀就把喉咙割断了。什么刀呢？马端家里啊没有什么亲戚，跟周围的邻居呢也很少往来，并不熟悉。我估计他这死啊，可能跟他这工作有关系。他经常出入一个叫雪天山的歌舞厅啊，听人说他在那儿做保安。看场子的黑保安，正儿八经在保安公司注册的保安，不会为这种挣黑钱的老板卖命的。再说了，像他这种有前科又进过局子的，做黑保安是他最佳职业了。这么说，他一定是当了保安得罪了什么人，才惹来杀身之祸。
能当黑保安的呀，都有点能耐，能把他杀了也不容易。大妈，跟您打听个人啊，这个马端您认识吗？哦，马端啊，他租我的房子，就住在我这儿。他这人啊，哎呀，整天不知道都干什么呢，人来人往啊，人都挺杂的。哦，半夜3更吧，大声吆喝，都没法睡觉。大伙也不敢去看他，也不敢找他。哦，那除了这些，还有其他的事儿吗？也就这些了。什么？死了？你抽烟？我点着呢。别客气。马端给你看场子啊？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李队长，这可不是看场子什么的，我找几个保安也就帮忙照顾一下。别浪费时间。最后一次见马端是什么时候？前天晚上。他最近有什么反常的吗？还有啊，有什么人跟他联系密切？我这两天挺忙，也没注意。他在那儿干多长时间了？1年多。朋友介绍过来的，以前可不在我这儿干。有什么人跟他过不去吗？我这儿一直挺太平，真没打架的事儿。老黄，希望你如实跟我们反映情况。我问你，他有情人吗？情人有，小米。哪能找着他？前些日子在西水湖歌厅当领班，现在还在不在就不知道了。喂，我是。好，马上赶到。天明，哎，去趟现场，又一个。行。小远，道儿挺远的，我们俩去，你先回局里吧。哎，李队，怎么样？这是头部中弹，身份不明，脸被做花了，看不出模样来。有什么证物吗？身上发现了一封信，还有一个好像是化验单。上写什么？青霉素化验单。青霉素。信封空的。唐山滦县。敢不敢进去？这有什么不敢的？只要你一句话，赴汤蹈火，我才不怕呢。不用带枪吧？哎呦，一个歌厅小姐对付她用枪。
对不起，我们这里没有叫小米的。别嚷嚷，人家我去找他，不会给你找麻烦的。那好吧。米乐林吗？你跟马端是朋友？对，原来有过一阵儿，还行，后来掰了。什么时候掰的？2个月前。我希望我们不要带着特殊的情绪，我们只是想了解一下案件的情况。我有吗？我一直跟警察都很合作啊。我以前跟警察有过一次误会，所以啊，胆子特别小。我看你胆子一点也不小。我没什么可说的，马端的事儿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吗？我还得工作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和马端最后的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？忘了。诚心跟我们磨蹭是不是？你前天刚见的，怎么说没见啊？啊？说实话，对警察说谎话没有你的好处。问你话呢？是。见了。说了什么？没说什么，说要跟我和好。那你呢？我不想了，没意思了。是实话吗？是实话。那马端说什么？马端没说什么，说将来发了财娶我什么的。你知道他死了吗？你真的不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会不会说话？问你一句答半句。他们歌厅人说的。嘴巴还真严。哎，你怎么知道小米前天跟马端见过面？被炸的，没想到炸出来。从哪儿学的？待会儿看看。这是法医验尸报告和子弹检查结果。杀人的凶器同是一把运动步枪。另外，死者身份现在不明。我查过案情通报了，河南的一所体育学校半年前确实丢了2支运动步枪，已经把弹道检验结果发过去了，请问他们核查了。还有其他线索没有？空信封，还有那个青霉素的检验报告。信封上标明收信人是崔玉林，根据邮编我们查到是唐山市下属的滦县，具体地址不详。青霉素化验单上不是标着这批药品的批号吗？这个线索一定盯紧了啊！那河北滦县那边，天明，老刘，你们俩辛苦一下。又出差呀？对，不是我还得给我岳母那修马桶呢。你岳母修马桶的事儿，明天我让刑警队的人去修，你们踏踏实实去。李队，上个月刚出完差，那你们不去怎么办？让何月、肖云去，好意思吗？好不好？你先忙去。哎，大曾，我还查了一下马端银行的卡，
他在死的前一天，也就是8号那一天，亲自到银行提走了10万元的现金。10万元，能买到捷达了。这笔钱有下落吗？还没有。案子是越来越复杂了。来，你跳，你跳。别闹啊！这孩子你别哭，别哭！哎呀，听话！孩子你听话，爷爷这把锤子给皇上推过头。哎，今天我给你立个龙头啊！不要，我要去发廊里。就那发廊？发廊那帮小兔崽子会什么本事啊？你别看他们拿个锤子，打，拿个剪子刷，那蒙人那是。爷爷这把锤子，啊，那是3年01节学出来的，会使锤子还得会磨锤子，知道吗？别看他门脸好，里边啊蒙人。哎，师傅，你看行吗？这样？行啊。哎，成嘞。哎，你看他这汗毛挺重。我得给刮汗毛啊！我这刀子快，没事啊。哎，磨刀啊。低头，哎，别动啊！好，真听话。这个刮脸还得是这个，这舒服。哎，您说的可真在理儿。这个现代发廊孩子谁会使这个呀？你说是不是？这刮多痛快啊！这刀下去，你看看，嘿，这痛快！高卓先叫我一声啊。行，这人可能不是那么好找，反正到时候咱们看情况再说吧。我也睡会儿。回来了。哎，来，过来一下。跟我去一趟。去哪儿？去捡个。查这个。走。哎，李队，这个只能做个推断，算可能性很大吧？你们这个案子让我想起2年前有这么一个案子，在南湖公园附近，死了个女孩，女孩才6岁，被奸污了。死者脖子上也有个刀口，伤口的闭合程度也很整齐。尸体被扔在了湖里，没找到凶手，连凶器是什么也不知道。我这么一看，跟马端这个案子有点相近。说不定也是剃刀。那个案子没破啊？没破，还是个悬案。来，你别吱声。本来所长是准备让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明天再去。您看这车都没准备，咱们就先将就吧。呵，你们跟那个崔玉林接触过没有？还没有。滦县有72个叫崔玉林的，不过符合身份证地址的只有这一家。放心，他在家。哎，来，吃点水果。好，行，谢谢，别忙活了。这是平常来的警察，想找你们了解点情况。找我们？你就是崔玉林？我就是，怎么了？你在平昌有没有亲戚或者朋友什么的？没有啊。有没有去玩过呀，或者办事儿什么的？好像没有。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那你看一下，看看认识不认识这字体？
这不是给我写的，也许是同名吧。好，走回吧。好，哎。没事，你骗人警察干什么？有你什么事儿？你老多说话。废话，你这人家人，你说你老……好，回去吧。队长，银川那边来消息说，他们确实丢了批青霉素。把这个给他们传过去，查查批号对不对？好。师傅你好，我是公安局的，我们要收一下你们的剃刀。配合我们工作一下好吗？好。为什么？这是我们的工作。师傅，我叫董文华。师傅，请等一下。我家里有点要紧的事儿，我得赶快回去。马上就完，请把剃刀给我们，我们要拿回去化验一下。剃刀？来，给他登记一下。对。师傅，您的姓名？还问姓名呢？算了算了，这剃刀我给你们了，我不要啊。您的姓名？张德宝。这个案子就是用剃刀做的，估计呢，凶手的这个目标就是马端的10万元钱。凶手呢打昏了马端，然后呢抢走了钱，又用剃刀抹了他的脖子，就这样。所以我根据这个作案的凶器可以断定，凶手是个理发师，而且是年纪大的，就是路边上那种。因为现代的理发师啊，用这种剃头刀的已经不多了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局长现在让我解释，为什么无缘无故的收人家理发师傅的剃刀？局长，找我。这么多东西，你说怎么办吧？我的意思是，既然收上来了，那就查吧。好，查。可有一样，我警告你啊，如果下次要再……您别警告我。如果肖云下次再这样，他再出什么事儿，您自己跟他谈。干什么？哎，你们俩有点事跟你聊聊，来。希望你能和我们配合啊。那信封我认识，就是我媳妇舅舅他们家那孩子写的。以前呀，也来过信，要钱，我是坚决不给。写信的人叫什么呀？崔黄山。哪儿人呢？甘肃的。对上了，第二个死者就是崔黄山。我说吧，我刘凤武办案一办一个准儿，关键时候想不立功都不行。啊，这样麻烦了啊！没事没事，再见。怎么样，队长？有情况吗？一个叫张德宝的残疾理发师，
他的剃刀缝里边有血迹。什么 ？DNA 化验结果不是马端的血，起码是2年以上的血。调查张德宝这个人了吗？赶紧去，也别闲着，你们去啊！对，他们说化验单上的青霉素数据跟丢的那批完全一样，跟我想的差不多。老头叫张德宝，63岁，至今还没有结婚。几年前曾经爬过女厕所，除此以外没什么犯罪记录。就是一个老色鬼呗。对，多年的陈案也要查一查，别让李大增再笑话我们了。你是不是张德宝？我是。不会，绝不会。我那剃刀啊，每天回家我都得磨，都得洗，都得刷。怎么会这样写呢？你装什么糊涂？剃刀的血是从哪儿来的？说。对了，那要不就是那个给客人刮脸、刮胡子、刮破了粘上的，你说呢？问我们呢？什么时候？到底谁的血？一天我刮那么多人，你说我怎么会记得住呢？就算是划破皮肤的血，也不可能流到剃刀的边缝里吧？除非是刀口很深。你用了那么长时间的剃刀，你不知道啊？你要这么问我还真不知道。真的。2年前被杀的那个女孩就是张德宝的邻居，而且孩子血型也对上。这女孩叫什么？叫王雪。我就是啊，给邻居们剃头。我给邻居剃头从来没要钱，要不信你问问他们去。少说这废话，好好想想。2年前干了什么？2年前？2年，我跟邻居的关系一直到现在都是挺好的。真的。张德宝，你今天说也得说，不说也得说。这女孩子你认识吧？我们没有证据，是不会把你叫到这儿来的。是。我说，我就是看着孩子长得细皮嫩肉的，我张德宝，你是人不是人的啊？你60多岁的老头，你强奸6岁的小女孩，你不是我不是想害他，我就是想我60多岁了，打了一辈子光棍儿，我不能就这么着，我就把他骗到床上了。开始他不答应我就揍他，他就叫唤，我就堵他的嘴。事后我怕他说出去，我就用剃刀把他。那个刀子我刷了又刷，刷了又刷呀，没想到还是让你们给查住了。谢谢。
毛叔叔啊，你怎么不保佑我呀？我没想害他，我就是想唱。天哪！我是要遭天灭吧？哎，李队，看看这个，来往回，看没有？哎，这个崔黄山啊，为当地的这个公路上抢劫团伙成员，初中没毕业，曾因为打架呢被劳教过3年。这个公路抢劫团伙都有什么情况？除了崔黄山，还有这个杨军高、张学范、孙建国这几个人经常流窜作案。这个团伙去年曾经入室打劫过一对刚入洞房的新婚夫妇，轮奸新娘。后来新郎冒死报案，杨军高在那次追逃中被公安当场击毙。现在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孙建国是本案的另一个死者，体重、血型、指纹、身高完全吻合。他是嫌同伙碍事儿，所以下手了。这么说，就剩一个张学范了。体学院那起枪支被盗案，罪犯留下指纹没有？留下了。把这4个人的指纹拿去对照。肯定会有录像带，在这儿侦查完上个月和这个月每天的工作录像带。要这个月8号的。这些都看吗？都看。小姐，看到没有？那就是马端，胖胖的那个。小李。哎，给我们倒一下。带下袋子。哎，就这儿。就是他。哎，你在这儿跟他们银行商量一下，附录一下，我回局里汇报一下，好吗？现在该说了吧？有什么好说的？不就是上床吗？别给脸不要脸啊！我怎么了？烟是他给的。哎，我有圣罗兰，你要不要来一根？你少给我来这一套。马端被杀那天，他去银行取了钱，钱可不少啊，10万，够你干一阵子吧？钱在哪儿？我怎么知道啊？哎，你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你说呢？他那么有钱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？你们怀疑我什么？怀疑我杀人？怀疑我图财害命？我杀了马端？我有那么大劲儿吗？你们警察不要血口喷人，你们要有证据。我跟你说啊，放规矩点儿。坐好。我没认定你是杀人犯，要不然今天绝对对你不会这么客气。但我觉得你离杀人犯也不远了。我告诉你啊，不义之财不能发。马端的钱来历不明，这你知道，他人死了，但谁黑下这笔钱，法律一定不会姑息。我劝你把知道的都告诉我们，要不然你会后悔的。
黄军，有人找黄军，有人找。干嘛？不认识了？哟，哪敢不认识您呢？我够判5年的，多亏您给我说2句。少废话，那是因为你有立功表现。出来多长时间了？3月。上车聊。别，我可没沾这行，我也不想上这车了。那市场你还熟不熟？不熟，一点都不熟，一个熟人都没有。熟人有，可我没沾这行啊。我说你沾这行了吗？你给我打听一下，现在黑市上有没有人倒腾青霉素？青霉素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还得保密。我们也是考验考验你，这是个机会。哎。哎，怎么着？就这样给放了？谁呀？米勒林啊。放了，现在咱们手上啊。那他跑了怎么办啊？你能让他跑了？哎，你看，上回咱们说那个案子，判死刑了。谁呀？哎，嫂子。大曾。我不跟你说好了，没事别到队里找我吗？哎，我是以老朋友的身份来找你，还不行吗？什么事儿？不是说好了吗？去给我爸过生日，你怎么没去啊？哎呦，这案子一忙我给忘了。那你也应该打个电话告我一声，你对我怎么样无所谓。那可是老人他就不这么想。对，是这么个理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要不然哪天我给补回来？我先忙去，忙完这案子我给你打电话。那行吧，那我等你电话。行。我走了。哎。甭着急，那会儿按着。长波，你们这点。想跑啊？啊？走，跟我们回去。我在门口看到这张纸条，说要我的命，我就想回家去找我妈。什么时候发现的？昨天夜里有人敲门，我去看没人，门口就有这张条子。谁送的？我根本就不知道是谁送的，连人都没看到，吓死我了。说让我小心点儿，该他拿的，他迟早都会回来拿的。我害怕。他说无论我跑到哪儿，他都会把我找回来的。到底会是谁呢？我又没有得罪过谁，他要拿什么呀？会不会是马端的仇人？可是他干嘛要找我呀？现在事情很明显，你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，再隐瞒下去，你性命难保。有一次，马端喝多了，跟我说他年轻的时候是做大买卖的，他杀过人。杀的是谁呀？一个姓白的。哪年？哪年我就记不清了，他当时也就是那么一说。为什么杀人？好像是他跟姓白的合伙抢了一帮倒卖麻将的，后
后来姓白的想吞毒时，他就把他给做了。这个人是谁？让我想想。老家是古平的。对了，叫白文光。喂，喂，谁呀？没有人。喂，